你是不是有病？当众让你妹妹和未婚夫出丑，我们季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？你知不知道？你这句话让我们彻底沦为陆城的笑话了。底下宾客都笑出声了。太精彩了，这季家大小姐真是上不得台面，当众造谣自己老公和妹妹。我直接拽掉头纱，扔在地上就要走，前方几名健硕的大汉直接将出口堵住。梁景川趁我愣神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想强行走完婚礼仪式。声音从他牙缝中挤出，平日里温润的神情，此刻无比狰狞。我和谈了8年的男友奉子成婚，婚礼上，司仪问我愿不愿意嫁给梁景川，我刚要答应，凭空冒出奶团子的声音：“妈咪不要答应，我爸爸不是梁景川，你妹妹肚子里的小孩才是梁景川的。”短短2句话把我的 CPU 干烧了，全场等着我回答，我却僵在了原地。我肚子里的孩子竟然不是梁景川的，那会是谁呢？下一秒，小奶音继续响起：“笨妈妈，渣男早就出轨了，你要是跟他结婚，他就会把你关进地下室，快向我亲爸求救，他是台下最帅最有钱的那个。”我震惊了，不由得瞥向台下那个尊贵矜持的金圈佛子顾承周。虽然今天是我和梁景川的婚礼，但是所有人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向他聚拢。这男人外表和气质太过优越，我扫了他一眼，意外和他冰冷的目光对视，立马转移视线，心惊胆战。乖宝宝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首屈一指的霍氏集团总裁，身边从来没有女人，你怎么可能是他的小孩？就算梁景川穷点儿，你也不能故意泼脏水不认爹啊！乖，认清现实吧，现场认别的爹已经晚了，下辈子重新投胎吧。我安慰了下奶团，以为他只是嫌弃梁景川穷，所以不肯认，却没想到奶团子直接大叫：“你忘记你有一次从酒店里醒来的事了？你老公和你妹妹把你骗进酒店，想把你献给客户，结果你走错房间，当时你身边躺着的男人就是顾承周。”我大吃一惊，他是顾承周，我以为是梁景川。记忆如潮水般涌来，深夜布满红痕的背部和交缠的肢体。梁景川还在温柔注视着我，可我眼前只剩顾承周那一夜的汗水和禁欲的喘气，将我的双手禁锢在头顶所求。不可一世的佛子私下竟如此放荡。司仪见我没反应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季夏小姐，你愿意嫁给你身边的梁景川先生吗？”梁景川捏了捏我的手，面露担忧：“怎么了，夏夏？是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吗？”他温柔地挠挠我的掌心，安抚我：“别怕。等你进了我梁家的门，我愿意付出所有去疼爱你。”别相信他的话，他在你们婚房旁边买了个别墅，专门养他和你妹妹的孩子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立即高声喊道：“我不愿意。”此话一出，全场哗然。梁家在陆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家族，我当众拒绝梁景川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。更何况我当初追梁景川轰轰烈烈，当舔狗当得没皮没脸，大家都说季家大女儿是出了名的浪荡女，眼下转了正，我居然要拒绝这场送上门的婚事。梁景川面色顿时变得难看，没想到我会在婚礼上拒绝他。小夏别玩了，这可是婚礼，你要对我有什么不满，等婚礼结束后再说。等婚礼结束，一切都晚了。我的亲爸马上就要出国追白月光了。老妈，时间不等人，赶紧把这个渣男踹了，追回我那帅气多金的老爸呀！我不嫁了。我坚定回答，我的亲儿子不可能骗我。他说梁景川是渣男，那就不能嫁。妹妹这时挺着肚子上台，站在梁景川身边。姐姐，你又在闹什么脾气？景川哥哥不都答应娶你了吗？他走到近前，我才发现他手上戴着的钻戒和我的婚戒居然是同一款式，色泽度对比来看，我这枚更像是塑料。一瞬间我明白了一切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他和梁景川早就计划好的棋子，他一个妓女根本没资格嫁进梁家，而我不过是替他完成了和梁家联姻的工具。我的父亲站起来怒斥我：季夏，你丢我们季家的脸还不够，这婚是你说毁就毁的，是你当初闹着吵着要嫁给梁景川，现在又当场悔婚，你以为婚姻是儿戏？你能像你妹妹季叔一样懂点事吗？今天你不嫁也得嫁。没想到婚礼变成一场闹剧，宾客们议论纷纷，等着看我的笑话。这季家亲生女儿是真不老实，之前就放荡不堪，追着梁家少爷跑，现在得到了又要悔婚，圈子都在等着看他被赶出家门呢。还不如养女懂事，知书达理，嫁了个富二代，日子过得滋润又知足。季家是真倒霉，
生了个这么没出息的亲女儿。闲言碎语传进耳朵里，我才发现我在陆城的名声已经差得不能再差。可曾经我才是知书达理的季家千金，似乎从养妹季书进家门后，我的地位就开始一落千丈。父母和梁景川对我的态度也慢慢变了。梁景川直接拉住我的手，无视我的话，向众人宣布：季夏有点闹脾气，希望各位海涵，他同意和我结婚，我也愿意娶她为妻。余光瞥见一旁的季书攥紧拳头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甩开梁景川的手。我说不嫁就是不嫁，你和我妹妹狼狈为奸的事，我已经知道了。她肚子里怀的是你梁景川的种吧？这句话像个惊雷一样，在宴会厅炸开了锅。好样的，老妈，就是要撕开这对狗男女，虚伪的嘴脸！你这养妹一直散播你的负面新闻，你现在名声这么坏，全是拜他所赐。奶团子唯恐天下不乱，一直兴奋地在我肚子里叫嚣。你胡说什么？季书捂着嘴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姐姐，你平时欺负我就算了，为什么当众给我扣这么大一顶帽子？你怎么可以拿我的孩子当你逃婚的借口？听了他的话，梁景川的脸色由心虚转变为镇定，义正言辞道：季夏，你太过分了，你就算不想结婚，也不该污蔑我和你妹妹。我母亲也对我大失所望，一脸愤怒的道：你是不是有病？当众让你妹妹和未婚夫出丑，我们季家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女儿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句话让我们彻底沦为陆城的笑话了。底下宾客都笑出声了。太精彩了，这季家大小姐真是上不得台面，当众造谣自己老公和妹妹。我直接拽掉头纱，扔在地上就要走，前方几名健硕的大汉直接将出口堵住。梁景川趁我愣神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想强行走完婚礼仪式。声音从他牙缝中挤出，平日里温润的神情，此刻无比狰狞。等你嫁到梁家，就再也没资格这么任性了。周围人的眼神充满嘲笑和戏弄，没有一个人尊重我的意愿。我第一次像泼了凉水般清醒过来，原来我现在的处境这么差，被养妹和未婚夫当成了利益的棋子。等这个婚礼仪式结束，你就要被你老公找借口关进地下室了，门口的黑车都停满了，只要你走出殿堂，你马上会被绑起来。老妈，快向我亲爸求救啊！顾承周，我看向他所在的位置，却发现他直接起身，带着助理向外走去。不好，我爸要坐飞机去找白月光了，这可是最后的救命稻草。情急之下，我一口咬在梁景川的虎口处，他吃痛松手，我转身冲出去，朝着顾承周飞扑。保镖跑来拦我，我直接掀翻礼桌，打翻了高高垒砌的红酒杯，长长的衣摆从混乱的人群中穿梭而过，宾客们发出尖叫声，现场乱成一团。而我不管不顾，拖着婚纱直奔顾承周，他身边的助理都没有反应过来。顾承周听到动静转过身，我直直撞进他的怀里。带我走，求你！顾承周的脸在逆光中看不真切，下一秒我被猛地推倒，他像碰到什么脏污一样，拍了拍西服，厌恶地看着我。滚！你不知道我不碰女人吗？死装，别信他的话，他现在最装了。等我老爸爱上你，秒变粘人小狗。顾承周转身又要走，我死死抓住他的裤脚不让他离开。身后脚步声赶来，梁景川和保镖跟上来将我钳制住。我的父母恐惧地看着顾承周隐隐发怒的表情。对不起，顾爷，我这女儿竟是有点失常，冒犯了您。果断时候我们亲自上门向您赔罪。梁景川也接话，神情卑微。顾爷，怪我没看好女朋友，我回去会好好看管她的，还请您多多包涵。季叔则一脸痴痴地看着顾承周，这个几乎全陆城女人都倾慕的男人。顾承周没答话，低头看我拽着他裤腿的手。季叔也看过来，抬起高跟鞋狠狠踩在我的手背上。姐姐，你怎么能冒犯顾爷？快松手！我惨叫出声，顾承周趁机将裤脚抽走，冷漠的大步离开。眼见着他的背影就要消失，我惊慌地朝他大喊：顾承周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顾承周突然停下来，气氛陷入了诡异的安静。宴会厅的客人们齐刷刷看向我，眼神不再是嘲弄，而是像看傻子。季叔没想到我会拉顾承周下水，满眼幸灾乐祸，在我耳边小声道：姐姐，你想攀高枝儿，也打错主意了吧？顾承周可不是随便能攀附的男人。他说的没错，所有人都知道顾承周不近女色，厌恶和女人接触，手上的佛珠是他断情绝爱的证明。上一个不怀好意接近他的女人，断手断脚成了一座墓碑。这女人是不是在找死啊？我以为她只是犯贱，没想到是神经病，敢惹顾爷的，没一个好下场。
众人屏住呼吸，等待着顾城舟发作。果不其然，顾城舟转过身，抿着唇，满脸寒意，冷漠的眼神如看死人一般盯着我，捻动手中佛珠，喃喃道：呵，我的孩子，季小姐可真敢说。整个路程还没有谁大胆到挺着肚子来我面前冒充。我听过你的名声，已经放浪到在自己的婚礼上认领别的男人当孩子父亲了吗？佛珠声响在安静的大厅，一声一声震人心肺，是顾城舟要发怒的征兆。梁景川赶紧按住我的头往地上磕，边磕边向顾城舟认错：对不起顾爷，他真的脑子不正常，您就饶了他这一次吧，快给顾爷道歉，快！看梁景川丝毫不在意我说孩子不是他的事，就知道他心里也清楚，肚子里孩子不是他的，他只是想控制我，为以后光明正大和季叔偷情。老妈别怕，只要有证据证明孩子是老爸的，他不会不管你。只要有了顾家做靠山，这些欺负你的人都会遭到报应的。证据吗？我苦笑，我哪来的证据？我甚至都不了解顾城舟这个人。我母亲冲上来猛地扇了我2个耳光，怒声骂道：快跟顾爷道歉！你是想害死我们季家吗？顾城舟高高在上的看着我，我狼狈的像尘土蛆虫，那一夜的沉醉如同幻觉一般不真切。突然我想起什么，抬头对顾城舟平静道：顾爷，我看到那块玫红的胎记了。此话一出，顾城舟愣了一下，虽然他表情没变，眼中却写满惊讶。他的玫红色胎记在腹部下面，十分私密，不是亲近的人根本不知道。大厅其他人都面面相觑，不明白我在说什么。季叔却很聪明的打岔：姐姐，胎记人人都有，你怎么能拿这种无聊的证据来证明和顾爷有关系？这么多年，不知道多少女人耍过类似的手段了。你要真想证明肚子里的种是顾爷的，不如做个亲子鉴定吧。季叔洋洋得意，他根本不相信我和顾城舟有什么，毕竟一个不起眼的季家千金，怎么可能和陆城首屈一指的大人物扯上关系？就连他肯赏脸参加婚礼，也是梁景川大费周折花了不少人脉和财富才请得动他。周围人附和：对呀，做亲子鉴定，狠狠打这个女人的脸。她算什么东西？敢和顾爷攀亲带故，而且还在自己的婚礼上说孩子是顾爷的。真是个不要脸的荡妇，不是敢叫嚣吗？就做鉴定，把这个女人丑恶的嘴脸拆穿，让她在整个路程待不下去。顾城舟眼神晦暗不明，随即点点头，给了我一个机会。行，那就做个亲子鉴定，死也让你死个明白。老妈真牛，我终于能看到老爸被啪啪打脸了，哈哈哈！老妈别怕，我会教你怎么拿捏老爸，直到他爱上你，你就会收获一只听话粘人小狗。很快，婚礼上的闹剧就被传得沸沸扬扬。顾老爷子接到消息，赶快杀到了现场，看到我被私人医生抽血，站在一旁表情忍不住欣喜。太好了，在我活着的时候还能抱到孙子。顾城舟冷笑：待会儿被拆穿，希望他还能完好无损走出这里。我闭上眼，任凭血液从我体内流出。我的父母在一旁心惊胆战，生怕我连累季家。梁景川脸色黑到能滴墨，在他的婚礼上，他的未婚妻亲自鉴定其他男人的孩子，即便对方是顾城舟，他也感到奇耻大辱。幸好老妈没嫁给这个姓梁的，她在盘算婚礼结束后怎么折磨你呢。呜呜呜，抽血好痛，不过为了妈妈的幸福，我忍了。此刻我浑身是伤，被抽血后更是体虚站不稳，靠着奶团的安慰支撑着等待结果。宾客们一个个用促狭的眼神打量我，他们都在期待我被顾城舟狠狠折磨。没人相信不近女色的顾城舟有孩子，我也意识到，如果孩子不是顾城舟的，那面临我的将会是灭顶之灾。终于门外响起匆忙的脚步声，顾城舟的助理拿着一份报告紧张地冲进来，凑在顾城舟的耳朵低语。顾城舟冷漠的表情此时写满震惊，顾老爷子在一旁不耐烦地用拐杖敲地板。说什么悄悄话？到底是不是我的亲孙子？你直接说。季叔在一旁捂着嘴笑道：还用说吗？怎么可能是顾家的骨肉？都是我姐姐骗。助理擦擦额头汗水，直接宣布：季小姐腹中的孩子和顾爷基因的相似度达到 99.99%。现场安静片刻，随即爆发出激烈讨论，所有人难以置信地看着我。怎么可能？她一个小门户，怎么能怀上顾家的孩子？顾城舟手上的佛珠突然断裂，黑珠子散落在地上，他皱眉，喃喃低语道：我都不认识这个女人，怎么会？鉴定报告还有腹部的胎记，无疑不再证明面前的新娘就是他的女人。他忽然想起3个月前的晚上，受重伤后没有防备被下药，最后晕倒在酒店的客房中。那夜昏昏沉沉，他陷入情欲，情难自拔。醒来后以为是梦，没想到是现实。
姐姐，你真是不要脸！季叔又跳出来。本来在听见我肚子里的孩子是顾承周的后，他有片刻面具碎裂，嫉妒万分。但是眼看着顾承周根本不承认我，他又重新得意起来。你背着景川哥出轨，又舔着脸爬上顾野的床，你也太心机了，把我们耍得团团转。我们季家贤良淑德的形象全被你给毁了，竟然出了你这么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听了他的话，大家才反应过来，我怀上顾承周的孩子又和梁景川结婚，这也太伤风败俗了。于是宾客们纷纷攻击我。对呀，这个女人先攀上梁家少爷，又背地里套路顾爷，这种人怎么配进顾家的门？出轨女居然还有脸在自己婚礼上认亲，季家有这种女儿还不把她扫地出门，还想着母凭子贵，我看顾家也不会放过这个女人的。让她滚出路城，品德败坏，人品低劣，当众出轨，真有够恶心的。对我的谩骂声越来越大，我爸丢不起这个人，直接喊道：我们季家没有你这个丢脸女儿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只有季叔才是我们季家唯一的女儿。梁景川在一旁一言不发，报复似的看我被众人责骂。突然拐杖声重重锤在地上，顾老爷子声音不怒自威：够了！你们当这是在什么地方？一帮名门欺负一个女子，只要季小姐肚子里怀的是我们顾家的骨肉，那她就是我们顾家的儿媳。管家，把季小姐带上车，我们回家。一旁的管家点点头，伸出手来扶我。我这个时候已经因为压力和怀孕疲倦不堪，走两步身体发虚向前倾倒。就在我要摔倒时，一双手抢先将我公主抱起，搂在怀中。顾承周一脸淡漠：虽然我不会承认你，但好歹怀了我的孩子，做过我的女人，我也不会任由别人欺负。他抱起我，眼神扫过刚刚嘲笑我的人，眼神凌厉。现在起，季小姐是我们顾家的人，再被我听见什么闲言碎语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说完，大步跨出宴会厅。我隔着他看到季叔和梁景川的面容，他们眼神恶狠狠盯着我，似乎不肯罢休。我安静地被顾承周塞进车内，他上车坐在我身边，我顿感压力。身旁这个人曾从血雨腥风中闯出，在鹿城打下自己的地盘，又是顾家的长子，身份地位高不可攀。按道理说，我这个阶层没资格接触这种大人物。他在我身边闭眼休息，过了会儿拿起电话：飞机取消，后面把婉儿接回国吧。老妈，你最大的劲敌林婉就要出现了，她是老爸唯一的白月光，这个女人可比你妹妹厉害多了。不过放心，无论是你妹妹还是林婉，我和老爸绝对会挺你的。我摸着肚子苦笑，虽然奶团这么说，但是我却丝毫没有抱希望。我一个差点和别的男人结婚的女人，怎么可能入得了金圈佛子的眼，逃脱梁景川的控制，来到顾家？谁能预料是不是更大的坑呢？顾承周眯着眼打量着我，他对我的怀疑从来没有放下。季小姐，即便你怀了我的孩子，我也不会娶你为妻。他冷笑：我不管你靠什么手段怀上，又是铺垫了多久，演了今天这出戏，但你想要进顾家的门，没有那么容易。装货，死装！那天结束之后，你不知道老爸他有多回味那一晚，他就是个顶级恋爱脑。老妈，你无需多耍手段，他会自己说服自己爱上你。我闭上眼，花3秒消化掉了奶团子的话，乖巧回答：我没有想进顾家，只是想平安的生下孩子，看他健健康康长大。顾承周没再说话，奶团子却发出提醒：老爸心动值在升高，他很满意你的回答，爱上你只是时间问题。如果说我现在身陷囹圄，四面楚歌，那么唯一能救我的就只有顾承周。我虽然生在豪门季家，但也不过是个小家族。比较出彩的是，季家是书香门第世家，从小我就受到熏陶成了淑女，在豪门圈饱受赞赏。直到18岁那年，季叔来了我家，她是我远方亲戚的女儿。她父母意外去世后，被我父母收为义女。一开始我见到她怯怯的模样，便主动的和她亲近，却没想到她温顺的表面下藏着深沉的内心，无声息的抢夺和绿茶行为，将我父母的心逐渐转移到她的身上。就连我一直暗恋的梁景川，在和她接触2、3次后，就表现出了对他的浓厚兴趣。他们不停在我面前夸季叔懂事、体贴、无微不至。慢慢的，我在圈内的名声越来越差，所有人都在传我是死皮赖脸舔着梁景川，故意将我做的事放大。比如我给梁景川冬天织了围巾，别人传言我为梁景川做手工，连母亲生病都不顾。我给梁景川送了拍卖会一个拍品手表，价值10几万，外面谣言我一掷千金点天灯，为梁景川送上1000万价值的拍品，而钱是偷偷抽取季家的公账。这些谣言不知道从何而起，却无孔不入。我的形象逐渐由世家千金变成放荡不堪的舔狗。我一直对季叔保持表面的礼貌，并且由于梁景川突然求婚，
我更加没有顾得上季叔对我的恶意，没想到他居然和梁景川暗通款曲。如果不是婚礼上突然听见肚子里孩子的心声，我嫁入梁家后，等待我的就是任人宰割。梁家的势力比季家大得多，我的父母绝对不会因为我得罪梁家。唯一能破局的，就只有黑白两道通吃，贵为太子爷的顾城州。顾家势力在陆城遮天蔽日，尤其是顾城州成了接班人之后，凭一己之力坐稳顾家掌权人的位置，陆城豪门圈基本以他为首，人人尊称一声顾爷。但是顾城州是个痴情种，自从他的青梅竹马林马出国深造后，他便封心所爱，从此不再让女人近身。然而顾家顾老爷子年近100岁，一直希望顾城州早日成家，他也好早点抱抱孙子，享受天伦之乐。不近女色的顾城州自然不想沾染其他女人，于是孤注一掷想要去国外找林马复合，却在临行前的婚礼上意外撞见我，还多了个孩子。在顾老爷子的施压下，顾城州只好放弃出国，一心一意在顾家别墅陪我。可是我感到压力倍增，他成天冷着一张脸，像是监工一般在我面前晃悠。老妈，今天林婉就要杀来了，请做好准备。我听到奶团子的提醒后没什么反应，毕竟白月光的杀伤力大家有目共睹，并不对顾城州爱上我这件事抱有希望。只是刷到热搜后，我有点心慌，热搜上全是那天婚礼，我的种种行为任何角度看都荒诞无比，所以引来全网谩骂。每天记者和吃瓜群众堵在顾家门口等着我现身，惹得顾家的人出入都受到影响。顾城州在我旁边吃着水果，好整以暇地看向窗外围堵的人群。自己惹来的麻烦自己解决，顾家可不养闲人。沉默片刻，想起今天奶团子说林婉会回国，林婉儿和季叔是一对好姐妹，她肯定不会放过能整我的机会。看到远处的豪车气势汹汹驶来，我对顾城州开口道：正好，机会上门了。顾家别墅的门一打开，亭亭玉立的美女站在门口，眼波流转，甚是动人。身旁的顾城州向前走了几步，我一下就知道她是林婉。能让顾城州痴情多年的女人一定十分出色。林婉如她的名字般温婉，亲昵地拉住顾城州：阿周，好久不见。她看都没看我，反而是远处跟着的季叔挑衅地看着我。哟，姐姐，你逃到这儿来了呀？耍手段怀了顾爷的孩子，怎么没有见他对外宣布要娶你呢？林婉这才像注意到我一般，楚楚可怜地看着顾城州。阿周，他是……顾城州实话实说，她是我孩子的妈。林婉噎了一下，像受了伤一般落了几滴泪，随即走过来拉住我的手。既然你怀孕了，那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即便阿周不能娶你，但顾家是大家族，我不会赶走你的。语气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，她话里话外都将我摆在小三的地位。顾老爷子却睨了一眼林婉。顾家娶谁做儿媳都轮不到外人做主，你回去收拾一下，准备晚上的接风宴吧。当初自己一意孤行丢下阿周跑去国外，现在想起来回头了。林婉脸色一白，顾城州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，她才神色渐缓。季叔路过我，冷笑道：姐姐，今晚的宴席我会让你彻底滚出陆城。我淡定回道：好啊，看是你滚还是我滚。没想到一向包子的我会顶嘴，季叔瞪了我一眼，得意地拉着林婉离开。老妈小心，今晚你妹妹要联合林婉重新亲子鉴定，要诬陷你呢，你快告诉老爸，让他替你想想主意。我笑着拍拍肚子，安慰奶团：放心吧，没有你爸，妈妈也会靠自己解决这次危机。我的身份很特殊，宴席上只有顾老爷子很照顾我，以儿媳妇的待遇让我待在他的身边，来来往往觥筹交错，宾客们全都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我。听说她就是季家之前的大女儿，脚踩2条船，在梁家少爷婚礼上怀了顾爷的孩子，当场悔婚，并和顾爷做亲子鉴定，手段真是高啊。这不用这么下作的手段，不是被顾家接来了，还敢出现在婉儿小姐接风宴上，真是厚脸皮。不知道顾爷唯一心上人就是婉儿小姐，怀了人家男朋友的孩子，不是小三是什么？我端着水杯，面不改色地听着那些流言。季小姐。大厅中央的林婉惊喜地喊我，她拉住我的手朝大厅中央走去。顾城州神色淡淡地站在那，看我的眼神隐隐不悦。大家好，我很久没回国了，刚回来就听说了季小姐的存在。我身体不好，她趁机怀了阿周的孩子，也是好事一桩。这些年攀附阿周的女人很多，但是她为了我从不沾女色，洁身自好。唯独季小姐靠着孩子成功上位。不过在我出国前就耳闻季小姐追梁景川追得轰轰烈烈，不知道为何突然把目标转移到阿周身上呢？我看着林婉温和的话语，却句句带刺，和她温婉的气质完全不符。她转了个弯，笑眯眯道：你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阿周的吗？
原来他是不相信，特意铺垫了这么多。上次亲子鉴定比较匆忙，对我肚子里的孩子的怀疑一直没有打消，不少人怀疑那天的鉴定报告是假的。奶团在我肚子里气炸了。这个死绿茶当初抛弃我爸一走了之，现在见他发达了，就回来想坐享其成。有本事让他再来一次鉴定，我是你和老爸的亲儿子，铁打的事实。我看他能翻出什么花来。这时季叔拿着报告慢慢走进人群中，指着我神色得意的道：姐姐，你完蛋了，我拿到了鉴定报告，你肚子里的孩子和顾爷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我还没反应，奶团子发出报名。怎么可能？我爸是谁我还不知道吗？梁景川从季叔身后走出来，满脸嘲讽：季夏，你千方百计想攀附权贵，利用我的婚礼来一出假的鉴定报告，就为了铤而走险让顾家带你走。可现世报来的就是这么快，你的伎俩一下就被我们拆穿了。只要重新去鉴定，很快就能得出真相。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欺骗我多年的感情，在我的婚礼上当众退婚，并且和别人做亲子鉴定。你这个女人也太贱了。记者的闪光灯不停闪烁着，他们一直在报道我是个多么没下限的女人。我母亲看我的眼神堆满了失望，不断摇头否认。她不是我们的女儿，我们和她已经断绝关系了。季叔把报告扔在我的脸上，一副胜利者的姿态。你自己看，你骗不了我们。我默默转头看向顾承洲，他挑挑眉，伸出手在脖子上比划了一下，一副威胁的表情。顾家上下原本对我很殷勤的亲戚们临时倒戈，纷纷站在林婉儿的身后力挺他。妈的，一个假冒的也敢跑来我们顾家，是来要饭吗？害我们浪费时间给他好脸色。唯有顾老爷子坚定地站在我的身后。事情还没有结果，你们谁都不能对季小姐乱下定论。我蹲下身捡起鉴定报告，看着嘚瑟的季叔和林婉儿，打开报告微微一笑。你们心太急，所以根本没有仔细看内容，对吧？没有血缘关系的不是我的孩子和顾承洲，而是你季叔和你老公。这个鉴定报告鉴定的是你的孩子和你老公哦。季叔脸色一变，大惊失色。怎么可能？他一把抢过鉴定报告，直到看到上面她和她老公的名字，脸色直接惨白。他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就有一巴掌直接将他扇倒在地。季叔的老公阴着脸，一把拽住季叔的头发，恶狠狠问他：说，奸夫是谁？季叔咬着牙不肯说，直到她老公拳头砸在他身上，他才痛苦的坦白：别打了，我说，是梁景川。所有人都震惊了，原来我的妹妹和前未婚夫一直有一腿，而我在婚礼上说的全部都是真话。梁景川被曝光后转身想跑，季叔的老公拍拍手，几名保镖冲上来抓住了他。敢立我，你们真是找死！季叔的老公脾气可不好，手下更是有一批精锐的保镖，将二人绑起来就是一顿暴揍。季叔被打得吐血，恨恨地看着我。季夏，你以为你怀了顾承洲的孩子，他就会娶你为妻？他真正爱的是林婉儿，而你什么都不是。我耸耸肩，一副无所谓的模样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又不是非要嫁给他，爱不爱的都是成年人了，有什么重要的？谈了8年被背叛，爱情对我来说早就不是必需品了，我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。好样的老妈，就是这么刚。不过为什么我老爸的怒气值一直在飙升啊？兴许是我轻描淡写的样子刺痛了顾承洲，他到我身边突然搂住我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失望了。谁说我不会和他结婚？林婉儿不可置信地看着顾承洲。阿周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顾承洲轻描淡写道。我记得我们很久以前就分手了。可你为什么还要去国外找我？顾承洲皱眉。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只是去谈生意，刚好在你的国家。他凑在我的耳边低声道。小看你了，还以为你真是个没用的包子性格。哦耶，老爸老妈终于走到一起了，我能顺利出生了。奶团子兴奋极了，老爷子也很开心，当即拿出一个礼盒，里面是一只玉镯。这是顾家的祖传宝物，你带上吧。怀了我的乖孙，一定受了很多委屈吧？我想拒绝，却被顾承洲强行带上。既然是儿媳妇儿，就拿着。为了不服他的面子，当着众人的面我不好拒绝，只好先收下。我对顾承洲并没有任何好感，我只是当他是救命恩人。事情告一段落，等顾承洲处理好一切，我已经收拾行李准备离开顾家了。他不明所以，皱眉阻止我离开的脚步。什么意思？刚答应我的求婚，就立刻要抛弃我？我摇头。顾先生，你知道的，我们一开始在一起就是一场交易，那次一夜情也不过是意外。你不爱我，我不爱你，我们两个还
还是到此为止吧。顾承舟惊讶了，搂住我的腰。谁说我不爱你？我有些不解。一夜情哪来什么爱情？可是我们已经有了结晶了啊。那也不是爱情的结晶。见说不过我，顾承舟才发现我是多犟的性格。我不喜爱珠宝，不喜欢包包首饰，那颗为数不多的真心也没了。奶宝在我肚子里哈哈笑。对，就这样折磨我吧，谁让他虐你？如他所言，顾承舟果然开启了慢慢追妻路。也是那一刻，全陆城人才知道，所谓的高冷佛子一点不高冷，在他未婚妻面前，简直是一只随叫随到的小狗。到底什么时候才答应和我结婚？顾承舟第99次求婚失败后，无奈地问我。在我面前，他的耐心已经宽得像太平洋。我思索了一会，摸着鼓起来的肚子，我已经许久听不见奶宝的心声了。我知道他就要出生了，为了奶宝以后方便上户口，我瞥了一眼顾承舟，把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。顾承舟愣了，随即抱住我一吻。我说，愿不愿意嫁给我？白头偕老，合葬陵园。我终于点点头，我愿意。